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52期。上期的开头聊到关于卡带售价的情况，这个系列到现在出现最高价格的卡带是9800日元，除了极少数捆绑其他产品销售的有超过1万日元，基本上这就是最贵的一档了。这么多年过去，游戏本体的售价上涨幅度并不大，但开发的成本却已经翻了很多倍。下面进入今天的主题，1989年5到6月发布的内容。名侦探福尔摩斯，来自 M 的挑战书。这是东和奇发布在红白机上的福尔摩斯侦探系列的第3部作品，也是最后一部了。前2部分别是1986年12月发布的伯爵令园诱拐事件和1988年5月的物质伦敦杀人事件，分别在第15和第36期节目里介绍过。玩法和类型与上一部作品一样，文字冒险的形式。游戏名字里的 M 代表了福尔摩斯的老对手莫里亚蒂教授，所以本作的故事里，福尔摩斯要面对莫里亚蒂的挑战。他给福尔摩斯寄了一封信，声称要偷走音乐家著名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福尔摩斯决定陪同音乐家所在的管弦乐队进行巡回演出。游戏系统没有什么特点，还是文字冒险常规的一些指令选项。对话和画面的下方显示信息时，菜单会隐藏，需要选择指令时出现菜单。通常在一个场景里，如果不完成相应的内容是不能离开的，可以逐个选项尝试进行破解，选错了一般也没有什么惩罚，因此基本上不会卡住，游戏的难度也不大。故事分成5个章节，分别在欧洲5个不同的城市，从一开始在伦敦事件发生，然后跟随参加乐队的巡回演出，分别到巴黎、奥地利、莱茵哈特和柏林。每个章节要解开一个并不复杂的谜团，从一开始小提琴的替代品被偷走，到后来真品被偷走，然后乐团有人被杀，发现乐团里隐藏着几个莫里亚蒂的手下，其中的一个女子因为爱上了福尔摩斯而在死前帮助了他，但莫里亚蒂还是轻松的逃脱。整个的流程里还会穿插2个迷你小游戏，一个是在城市里类似 3D 迷宫形式的探索，另一个是文字的暗号解读。比较搞笑的是，整个游戏里贡献线索的都是周围的人，福尔摩斯更像是一个看热闹的旁观者。按照东和奇之前发布的游戏水准，本作的质量算是过得去，没有重大的缺陷，但也没有突出的特色，在红白机的侦探游戏里属于一般的水平。流程并不长， BGM 的曲目还是比较多的，个人评价2星半。股票道场实践篇，这又是一款股票交易的模拟游戏。当时日本的股市泡沫还在持续，由东兴开发 Hector 发布，游戏的售价也是9800日元。像是赛马、股票这类模拟游戏，好像只要是题材和赚钱有关的，就敢把卡带的售价定得很高。这种时代的产物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游戏一开始有5个难度级别，从初级一直到专业级，难度的区别是有不同的限制时间和要赚取不同的金额。例如初级是要在1年半的时间内将1000万日元变成1200万，专业级是在半年的时间内将5000万日元变成9000万。同时在游戏的时间限制里，至少要买卖3家以上公司的股票。如果是从低级别开始，过关后自动进入下一个难度级别，如果是专业级，通过后就是通关了。主界面会显示目前的财务状况，包括现金、持有的股票等信息。画面的右上方4个指令选项分别是查看股票的信息、时间前进1周、买股票和卖股票。在股票信息界面会看到10只可交易的股票，可以查看它们过往的涨跌曲线和各种信息。这些股票用虚构的名字表示，但都是以真实公司为蓝本，使用了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00家公司，从1985年11月到1988年10月的真实数据。通关后会显示虚构名称对应哪家真实的公司。和之前介绍的松本亨股票必胜学不同，本作股票的价格变动不是实时的，交易也是按周进行，过一周显示一个变化。这就是游戏的全部内容。作为一款游戏，我实在是找不出它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因为用了真实的数据，在当时可能真的会有人想用这款游戏来练手，觉得这样就能在股市赚钱。现在回过头来看，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个人评价1颗星。鸡龟忍者传，科乐美在红白机上推出了一款动作作品，改编自当年的热门动画片1987年版的《忍者神龟》。动画播出后不久，科乐美就拿到了授权，本作也成为了最早的《忍者神龟》游戏之一。最先发行了日版，由于当时动画还没有在日本播出，日版使用了《鸡龟忍者传》的名字，故事的设定也没有完全依照动画。艾普利尔被设定成了斯普林特的女儿。日版发布1个月之后就推出了美版，此时动画片在北美已经播出了2季，游戏名和动画片就保持一致，这也导致后来在这个系列续作的命名时候 ，FC 版和 NES 版差了一代。本作的故事设定就是老套的艾普利尔被施莱德绑架，神龟们前往营救。一开始玩家控制莱昂纳多，在俯视的大地图上移动，可以进行简单的攻击。进入下水道或者室内的场景后，切换成横版测试图的形式，角色可以跳跃，除了向前攻击，结合方向键，攻击方向也能向上或者是向下。按下暂停键能随时在4个神龟角色之间切换。暂停菜单同时能够查看该区域的地图。每个神龟有自己单独的血条，它们的攻击力、攻击范围和攻击速度都不一样。如果其中一个角色生命值变为0，它将被敌人俘虏，到后面的关卡有机会进行营救。4个角色全部挂掉，游戏结束。除了常规的攻击，场景里有时出现不同的副武器，有手里剑、3重手里剑、回旋镖和卷轴。每个角色可以持有1种副武器，拿到同一个副武器能增加数量，拿到另一种会直接覆盖。不同形状的披萨是回血的道具，反复进入同一个场景，道具会重复出现。总共有6个大的区域，大部分是要找到并击败区域的 BOSS 过关。在第1个区域击败 BOSS 救出艾普利尔，第2个区域是在水下，限定的时间内拆除全部的炸弹。第3关斯普林特被抓走，这一关的大地图上可以驾驶神龟车，发射子弹和有限数量的导弹，击败 BOSS 后将他救出来。第4关击败巨大机械老鼠之后，乘坐飞艇进入敌人的巢穴。第6关击败最终的 BOSS 施莱德通关。凭借着动画的人气，这部作品的销量很高，全球销量超过了400万份。不过作为动作游戏，素质并不高。玩过的朋友都知道，4个角色很不平衡，多纳泰罗最强，攻击范围大，而且攻击力也很强。拉斐尔受限于攻击的范围，非常的难用，副武器的卷轴也比其他的道具好用很多，整体的操作比较糟糕，有很多的场景也有明显的拖慢，玩起来不流畅。普通的杂兵被击中后没有硬直，也不会被击退，游戏的难度比较大，主要是不佳的关卡设计导致的。个人评价2星半。明星棒球赛目标3冠王，又一家厂商加入了棒球游戏的争夺，这次是 SNK 推出的棒球作品。红白机上最先发布了日版，没过多久发布了美版，此外还有一个街机的版本。和其他的几个厂商相比，本作的一个劣势是没有棒球联赛的授权，不过对于早年的体育游戏来说，并不算是多大的事。虽然少了授权，但游戏在系统上有一些新鲜的元素。本作使用了电池存档，游戏的模式只有2个，联赛模式和对战模式。初始有8支可选的队伍，有美国梦之队、日本队、世界队，有几个名字奇怪的队伍，忍者队、战士队、怪物队，还有专门的女子队和 SNK 队。里面有部分的球员模仿了真实队员的名字。本作的一大特色是可以创建自己的球队，同时创造全新的队员。之前的游戏虽然也能编辑队伍，但大多仅限已有的球员数据。本作更是将自创队员的玩法充分的发挥，最多创建6支球队。创建时选择队伍主要的优势是防守、跑动、击球或者是平衡等等。每支新球队获得一笔初始的资金和随机生成18名队员，在最多6个队伍的联赛模式里进行比赛，获胜可以赚钱，用赚到的钱能升级自建队员的能力。球员的各项属性有明确的数值，就像 RPG 游戏的升级加点一样。除了常规的属性，还有一个人气值，人气越高，获胜时的收入也就越多。也可以在其他创建的球队之间进行交易。
还有一个自由球员市场，用于购买不同价位的球员。在具体的比赛方面，进攻时击球的动作相对简化，没有了高低位置的设定，只需要把握时机。防守时投球和其他的棒球游戏类似，结合方向键投出不同类型的球，在球被打出去后，内外野手的移动很智能，会自动的来到球的落点附近，也有跳跃和侧扑这些动作，因此防守变得更加容易。这部作品的综合素质还是不错的，虽然在日本并不太流行，但游戏在北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SNK 也借此推出了多部续作，包括后来街机上的棒球之星。自创队伍和队员升级的玩法也是当时做的最好的一部，个人评价3星半。吞食天地，卡普空发布的一款角色扮演作品，改编自本宫弘志著名的同名漫画。漫画1983年到1984年连载于 Jump 的少年周刊。看过漫画的朋友都知道，虽然是根据《三国演义》改编，但有很多魔改的内容。好在本作里没有出现天界、魔界这些神神鬼鬼的部分。对于国内的玩家来说，相较于漫画以吞食天地为名字的红白机和街机游戏更加的深入人心。本作除了日版，在90年还发布了美版，美版的游戏名直接翻译过来叫做一个皇帝的命运。看着一群三国里的人一本正经地说着英语，还是挺有意思的。本作的故事以刘备为主角，按情节划分的话可以分成8个部分，从桃园结义和讨伐黄金贼开始，然后是讨伐董卓、讨伐袁术、讨伐袁绍、平定荆州、平定蜀中，最后2部分是完全偏离历史的讨伐东吴和曹魏。有的内容不用严格按照顺序，有一定的自由度。一开始只有刘关张3个人，大地图探索时是常规 RPG 的形式，进入城池和人物对话，购买装备物品。在战斗的部分，敌我双方的角色处在屏幕的左右两侧，一边最多5名武将同时参加战斗。常规 RPG 里的 HP 被替换成了士兵的数量，武将的攻击力也会随着士兵数量的变化而变化。本作的一大特色是有大量的武将可以加入我方，战斗时出现的武将，战斗结束后有的能直接加入，有的需要黄金或者明码为条件才能加入。虽然能加入的武将数量众多，但一次出征最多是7个人组成的队伍，其余的武将会存放在编程所里，而且招募的数量有一个上限，达到上限再招募就要踢掉多余的人。每个武将都有自己的武力值和智力值，出征7人的队伍里前5个人参加战斗，还可以设置1名军师，军师总是排在最后，有一个谋略点数 SP， 受到军师智力的影响，谋略点数用于释放各种策略。战斗获得的经验值能让整个队伍的等级提升，但在本作当中，只有少数被定义为主角的武将，带兵数量会随着等级上升，其他大部分的武将带兵数是不会变的。高智力的武将升级后 SP 的最大值上升，还能学会新的计策。另外在这一作里还有兵粮的设定，当兵粮耗尽，在地图和迷宫行走时兵力也会越来越少，这个设计在2代的孔明传中被删除了。最终的对手是司马懿带领的队伍。整体上看，这是一部相当有特色但也有着明显缺点的作品。战斗的平衡性很差，敌人的计策似乎不受到 SP 的限制，到后期的大战需要运气的成分。作为 RPG 游戏的故事没有什么亮点，有的情节在我们看来会显得有些荒诞。另外还有张昭的武力比吕蒙还要高的数值错误。不过仅凭三国的题材、大量可玩的角色和统一天下的目标，已经让游戏足够的受欢迎。在此基础上改进的第2部续作更是成为了经典的 RPG。个人评价3星半。红白机侦探俱乐部2，站在身后的少女前篇。任天堂发布在磁碟机上的侦探冒险系列的第2部，第1部是1988年4月发布的红白机侦探俱乐部消失的继任者，在第35期介绍过。和第1部一样，本作也分成了前篇和后篇2张磁盘发售，后篇的发布时间要晚1个月。作为续作，这一部里的几个主要角色和前作相同，但故事的时间设定在第1部作品的2年以前。玩家扮演的主角男孩只有15岁，正在寻找失踪的父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空木侦探社的空木俊介，之后成为了他的助手。
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他找到父母的下落。几个月后，丑美津高中的1年级女学生小岛洋子被发现死在河岸上，因空木本人忙于其他的案件，男孩被委托调查洋子的死因。前作当中，侦探社的另一名助手菊部美在本作里作为丑美津高中的1年级学生登场，也参与到了案件的调查之中。还有一个和前作类似的设定，表面上会伴随着一个超自然的传说，这里是丑美津高中里流传的站在身后的少女的鬼故事。大致是说，晚上一个人在学校的时候，听到后面有人在呼唤，回头一看，一个满身是血的女孩就站在那里。系统上基本上继承了前作，也是常规的文字冒险形式。前作当中，因为主角失忆，会有一个回忆的指令，本作里替换成了思考。另外，缩小了选择范围和旅行的目的地，一些重复的对话内容会被省略，游戏推进变得更加的便利。下篇的一开始还会出现 3D 迷宫形式的探索，同时本作继承了之前的强调故事的戏剧性、轻解谜的特色。在事件的表面是一个鬼故事，本作的恐怖氛围烘托得更胜前作，而且有些游戏的画面据说给当时有的低龄玩家留下了心理阴影。关于本作的故事和评价，还是等到介绍完后篇的内容再来讲。军人将棋由索菲尔发布的一款桌面棋类游戏。军人将棋这种棋类游戏算是将棋的一种衍生，在实际的玩法上和我们熟悉的军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也不完全一样。在棋盘上，对垒双方都将自己的棋子背面朝上，分别放置于上下两端。获胜的条件是占领对方的司令部，就是画面里2个方格连在一起的格子，和军棋里的连长、排长类似。这里有少尉、中尉、大将等不同的军衔，也有工兵和地雷，他们之间互相存在胜负或者平局的关系。移动自己的棋子和对方的棋子接触，因为棋子都是背着的，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棋，需要一个裁判来确定2个棋子之间的胜负。游戏里就由电脑自动判断。另外，只有少校以上的官兵才能占领大本营，有的棋子能多次移动，有的不能移动。本作当中提供了5种不同的主题风格的棋盘，开局5个不同的角色头像就代表了棋盘的风格。除了普通的军事棋盘，还有蔬菜主题、动物主题、科幻主题和相扑的主题。虽然游戏里能查看详细的说明，不同的主题里什么样的图案对应什么棋子，但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记住，只看图形的话是没法想象和棋子有什么关联的。另外，操作上有很明显的延迟，电脑的 AI 也比较糟糕。个人评价2颗星。超级中国拳2龙孩儿。超级中国拳系列的第2作，初代作品是1986年6月发布的，在第11期介绍过。初代的日版是南梦宫发行，这部续作则直接由文化大脑开发和发行。除了日版，91年还发布了美版和欧版。NES 版本的名字是忍者小兄弟。本作重新设定了世界观，2个主角的名字也改了，1P 和2P分别是杰克和龙。故事开始是电视里播放了华夏大地被妖魔一族的军团入侵的实况，皇帝被绑架，2个主角要与妖魔一族对抗。与前作纯动作类型不同，本作以 RPG 的形式为主要的框架，并结合了动作的元素。RPG 形式的大地图探索时，有可以进入的城镇，也有地牢迷宫。战斗分成2种类型，普通的敌人在大地图上随机遭遇，先选择战斗还是逃跑。选择了战斗的话，切换画面，这时的形式和玩法就和前作一样了。俯视角的场景，击败一定数量的敌人就会结束战斗。按 A 键出拳， B 键跳跃，方向键结合 B 键使用空翻踢。在商店购买装备后还能用剑攻击。学习技能后使用斗魂弹和气功术。和前作一样，击破岩石等障碍物会出现各种道具。字母 K 可以使出奇迹踢，最多储存99个。字母 T 相当于斗魂弹的弹药，最多储存9个。字母 G 是立即发射斗魂弹。积累6个货币符号能使用无敌球，还有恢复生命等其他几种道具。除了敌人，一些特殊的场景也会对角色造成伤害。战斗获胜得到经验值和金钱，人物可以升级。当遇到 BOSS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敌人时，出现第2种战斗方式，类似 RPG 的回合制指令战斗。
单人游戏时可以呼叫2P 同伴，同伴由电脑自动控制，可以使用的指令有出拳、踢腿、使用物品、防御，还有一个特殊的龙之角。除了2种战斗的形式，另一块重要的内容是修行。游戏里有被称为12生肖的大师，找到他们可以学习前面提到的斗魂弹、气功术等技能，或者是得到特殊的物品。修行时会游玩不同的运动会小游戏，有气球爆破比赛、竞走、寻宝、吃蛋糕等6种不同的运动会游戏，目标是要获得足够的分数。可以看到这时会出现2个角色，单人游戏时另一个角色由电脑控制，双人游戏也是本作的一大特色，甚至可以2个角色一起在大地图上探索，也能一起战斗，但不能单独的行动。游戏的流程要收集7个魔法铃铛，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中间的收集没有顺序的要求，可以自由攻略，集齐后面对最终的 BOSS。 可以看出游戏的内容相当的丰富，整体上虽然是 RPG 的框架，但依然保留了很强的动作属性。普通战斗时场景和敌人的变化相当的多，用来练级也不会感觉无聊。不过可能是太过于注重要素的数量，基础的战斗部分做得不好，角色的操控和攻击的判断很难把握，故事的部分还有很多闹剧和搞笑的内容。作为红白机中后期的 RPG 游戏，缺少保存功能，还在使用很长的密码。个人评价3星半。加州运动会，这是从电脑端移植过来的一部作品，原版是艾皮克斯1987年为 Apple II 和 C64 平台开发和发行的体育游戏，是该公司夏季运动会和冬季运动会系列的分支。加州运动会是在加利福尼亚流行的户外运动项目合集，原版相当的成功，迅速移植到了多个平台。不同平台包含的运动项目有些差异，主机端除了 NES 版，还登陆了世嘉的 MS 和 MD。NES 的移植版由 Rare 开发，米尔顿布莱德利发布。一开始的模式选择里有游玩全部项目或者是部分项目，也可以单项练习以及查看高分。NES 版包含了6项 ：U 型管滑板、上下方向键配合滑行的方向加速，按 A 键结合左右方向键做出各种技巧。技巧动作取决于按键的时机、角色所处的位置以及按住按键的时间长短，控制的越好，分数越高。踢袋子 ，A 键将袋子踢到空中，左右方向键向2侧移动人物，袋子落到身体不同的方位时，合适的时机按下 A 键，能完成不同的花式动作。方向键上跳起用头顶，方向键下人物180度转身，根据各种技巧计算得分。冲浪 A 键开始冲浪，左右方向键调整冲浪板的角度，主要是通过调整角度控制好和浪花的距离。滑冰按 A 键加速滑行，按住 B 键蹲下，松开后跳跃，方向键左让人物旋转，上下方向键移动位置，通过旋转跳跃同时躲避障碍物获得分数。BMX 小轮车上下方向键移动位置， A 键加速， B 键让车辆跳起，方向键左抬起前轮，跳起后在空中结合不同的方向键完成各种技巧，躲避障碍的同时获得分数。扔飞盘按 A 键启动下方的计量表指针，按左键指针向左移动，合适的时机按右键确定速度，下一个合适的时机再按左键确定角度。飞盘飞出去之后，再用左右方向键控制接飞盘的人移动，方向键上尝试接住飞盘，按 A 键能做出俯冲的动作。这款运动小游戏的合集相当的不错，操控的感觉很好，几个项目都不难上手，但也要多加练习才能提升技巧。组合按键结合时机的机制，玩起来很有趣。缺点是放在这个时期体量略有不足，只有6个项目，音乐也比较单调，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变化。个人评价3星半。怪物派对由人类娱乐开发、万代发行的一款横版动作作品，该游戏只在北美发布，虽然名气并不大，但游戏的主题相当的另类。游戏内的图形体现了当时的恐怖流行文化，场景和敌人角色都很有特点。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马克的男孩结束了棒球比赛，走在回家的路上，一个名叫伯特的石像鬼来到面前，要求马克帮助他在黑暗世界消灭邪恶怪物，之后强行将马克带走，并将2人的身体融合在了一起。
一开始控制马克战斗，他的武器是挥舞自己的球棒，只能近距离击打，攻击力也比较弱。当敌人发射子弹时，能用球棒将子弹反弹，也能作为攻击的手段。在开头，主角的血量并不是满的，拿到掉落的爱心可以补充。当获得了药丸图案的道具，能在一定时间内变身成伯特，可以在有限的距离飞行和发射光束。光束的攻击力比球棒更强，并且随着关卡的推进逐渐提高。在关卡里的目标是要进入不同的房间，击败一定数量的 BOSS， 每关都有多个 BOSS， 要击败特定的 BOSS 获得钥匙，到达出口过关。 BOSS 是各种经典的恐怖怪物，开战前都会有一句个性化的台词。击败 BOSS 后，通常有一个问号的道具，它可能是分数，也可能是回血爱心，或者是药丸。有的房间里是空的，或者房间的怪物不用战斗。总共有8个关卡，在最后一关穿越黑暗世界，并进入到似乎是一个天堂的领域之后，马克击败黑暗世界的大师之后，伯特将马克送回了家，并留给了他一份礼物。当马克打开盒子时，一位美丽的公主出现了。然而过了几秒钟，她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并将马克的身体融化。马克突然从床上醒来，发现身体完好无损，于是他相信自己的冒险经历是一场梦。准备离开家去学校时，却发现了伯特拿着马克的球棒站在门口，并询问马克是否准备好再次出发。到此游戏结束。作为一款横版的动作游戏，系统玩法上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游戏的主题和角色呈现的视觉效果放在当年一定是相当的有冲击力。鲜艳的色彩形成对比和冲突，并大量的使用了明亮的血红色。在某些情况下，场景突然发生转变，会呈现出更加怪异和恐怖的画面，配合上突出的敌人角色和合适的 BGM 烘托，氛围相当到位，基本的操控也做得不错，个人评价3星半。万代射击场，东兴开发、万代发行的一款光枪射击游戏，要外接光线枪游玩。可以看出当时万代对光枪类型仍然抱有期望，时不时的出1-2款这类游戏。本作同样只有美版，最多可以4人游玩，分为普通模式和派对模式2种。在普通模式里有3个难度级别，不同级别的限制时间不同，3个常规关卡加1个奖励关，每关的玩法和目标都是一样，在时间用完或者能量条用完之前击中一定数量的目标，目标是红白相间的圆球。场景里也会出现一些道具，主要是分数道具，增加能量或者是时间道具。有一个反向的字母 E 有负面的影响，如果拿了扣1点能量。第一关是西部世界，敌人是枪手和印第安人。第2关鬼屋，有吸血鬼、巫婆、木乃伊等等。第3关月球表面，敌人是一些外星异形。奖励的关卡里，射击闪烁的酒瓶获得额外的分数。在派对模式当中，道具池内不断的射击下方升起的圆球获得分数，适合多人游戏，看谁的得分高。游戏的内容很少，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元素，难度不大，可以轻松的游玩，个人评价2颗星。偶像大冒险，南梦宫开发和发行的一款角色扮演作品。游戏按照原名直译是拉沙尔石井的 Childs 冒险。拉沙尔石井本名石井朗夫，是当时日本的喜剧演员和主持人，也从事编剧、导演等工作，现在从事政治活动，是参议院的议员。Childs 是一个女子团体组合的名字，定位是喜剧女偶像团体，由3个成员组成，和石井同属于一个工作室，因此本作旨在为该组合进行推广。在游戏里，玩家扮演 Childs 的经纪人，在各个地方为团队获得粉丝，通过举办音乐会赚取金钱和人气，最终的目标在演唱会当中取得成功。基础的形式是类似勇者斗恶龙的 RPG， 一开始在公司内介绍3个团队的成员，然后经纪人就可以带着偶像们到处活动，从涩谷出发，可以和人物对话，在大地图上移动时和常规的 RPG 类似，随机御敌。这里的战斗被称为营销，通过言语奉承对方获得好心情，就相当于是攻击。有一个忍耐指令，就相当于防御。对方用言语辱骂攻击经纪人。画面的左上方也有 HP、MP 和等级。MP 在游戏当中被称为管理者法则，类似于魔法。到后面也有恢复生命、攻击、解除异常等技能。
战斗获胜相当于把对方从路人变成了粉丝，获得经验值和金钱。经验值在这里表示积累的人气值。战斗画面的右上方有一个不满度的设定，3名偶像成员一开始的不满度为0，表示他们非常的满意。有几种情况会让不满度上升，包括受到敌人的骚扰攻击、住宿和餐饮的档次太差、有了尿意想上厕所都会导致不满度的上升。任意一个成员不满度达到100%时，就算营销失败。可以用魔法技能或者购买道具降低不满度。消除尿意的方式还有在百货公司租赁厕所，或者直接给偶像穿上尿布。通过营销战斗赚到足够的钱后，要在日本的6个不同地点通过支付场地费用的方式举办音乐会，或者免费参加百货公司里的宣传活动。在演出的过程中，画面的上方有一个倒计时，右下方有3个指令：说话、短句故事和歌曲。每个指令里都有子选项，通过这些选项在限定的时间内获得掌声，达到目标积分就算通过。通过后可以提升等级或者是赚钱。6个不同的场地演出全部成功，并且准备好关键的明星装备，最后在东京音乐厅举办演唱会。表面上看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系统，但内核还是普通的 RPG。游戏里东京各地区的场景设计参照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整个的过程中还有当时大量的流行文化、搞笑元素和对名人的模仿，还有一个意外的结局。对于外人来说，很多的内容都无法代入，画面图形和 BGM 的水准很一般，个人评价2星半。大挑战 GoGo 保龄球，这是杰里克发布在磁碟机上的大挑战系列第4部作品，也是该系列的最后一部，同时也是他们在磁碟机上的最后一款游戏。这款作品还支持一种特殊的设备，带有轨迹球的手柄。红白机上总共只有4款游戏支持这个设备，可以用它来控制保龄球的运动，当然也可以用普通的手柄游玩。正如本作的标题，这是一款打保龄球的体育类型，有3种游戏模式：挑战模式、聚会模式和双人模式。聚会模式是多人游玩，双人模式为2人组队对抗电脑，挑战模式相当于故事模式。在这个模式下，要对抗黑暗保龄球军团，面对8个不同的对手。说是黑暗军团，看他们的头像就能发现都是全世界的名人。第一个对手是光干净的成员，之前也介绍过他们相关的游戏。第2个一看图片就应该知道是谁了。如果是用普通的手柄操作，扔球之前先用左右方向键调整人物的站位，然后画面右侧中间的一个图形是设定保龄球向左或者向右旋转的强度，然后准备扔球，画面左侧的力量条开始上下滚动。如果刚好在白色三角的刻度位置按下 A 键扔球，就会投出直线球。如果出球时的刻度位置高于或者低于白色三角的刻度，球会向左或者向右偏移。游戏里计分的方式和真实保龄球比赛保持一致。如果是用普通的控制器，操作的难度相当大，刻度条很难控制，专用控制器可能会好一些，玩起来有些乐趣不足，个人评价2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下次接着讲89年6月份的游戏。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